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美日菲峰会登场了。你看到这样子一个英雄登场式的合照啊，小马可是拜登、岸田文雄还要从这种仰角这样拍上去。他们就讲说，这个接下来要展现出来美国对日菲的防御坚若铁甲，这是拜登对他们的一个讲法，就说我们的共同防御协定一定会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所以说，如果菲律宾遇到任何的船舰飞机在南海遭受到攻击，都会触发美菲之间的共同协定那他们也是严正关切说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什么危险行为，然后说中方阻止菲律宾在仁爱礁这边的运补作业是危险而且破坏稳定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全球面前展现出来他们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这个小多边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感觉上面是要围堵中国大陆。可是菲律宾自己本身国内又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菲律宾办公室的前主任，他说菲律宾已经成为美国的傀儡了。在最糟糕的事件当中，我也无法想象美国会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让我们重新回到傀儡的位置我们国家的参议院在1999年把美军的基地从这里赶走了，我们那时候已经成功了摆脱了傀儡的地位。但是现在准确的来说为了要遏制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挑战，那美国的霸权它就是拉拢了日本跟澳大利亚这3国3边联盟，但是呢菲律宾已经成为这3边联盟的忠实奴仆了。还有呢，杜特地也接受了环球时报的独家专访他提到南海原本很平静，但是美国让这里充满了争吵，所以他是不站在美国这一边的。其实他现在本身杜特地在国内跟小马可是吵得很凶就是大家意见不同，就觉得没有必要好像变成美国说什么就跟着做什么。那他说菲律宾政府以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些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础，那其实原本南海是很平静的，可是美国人来了之后，现在变得吵吵闹闹，而且感觉好像战争一触即发所以菲律宾本身对于小马可仕的做法都有存在非常多分歧的意见。那再来看看这个岸田尹锡悦，感觉难兄难弟，因为现在岸田的内阁支持率又创新低根据这个日本时事通信社11号发布的他们最新的民调显示他现在目前内阁支持率已经掉到只剩下 16.6%， 比起上个月还降了 1.4个百分点，也是他现在目前成立以来这个内阁成立以来最低的支持率。更让大家觉得这个美国就是日本国内这个炸锅的事情是岸田文雄去到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向美国的军人鞠躬献花我们来看看画面，就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这样的一段画面在日本的网络上面跟民间炸锅了。他们就说你怎么会第一件事情去到美国访问，竟然是去向美国的军人鞠躬献花，所以他这样的行为在日本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很多的日本的网友都在网络上面 X 上面痛骂，就说你到底是哪一国的总理岸田总理你自己都没有去参拜靖国神社，然后结果你却前往了阿灵顿的墓地，证明这个日本是完全忽视的态度。甚至还有日本的网友讲说，那是不是你应该让拜登来访日的时候去靖国神社呢？所以完全是触动了这个日本的敏感神经他这样的一个作为。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韩国这边，因为尹锡悦的国会选举是大败的情况下BBC 就讲说这尹锡悦是被冲打倒，执政党惨败的一个情形。那他说当初尹锡悦就是以韩国史上最小的差距，他得票率只赢对手 0.7个百分点而当选而且他的支持率一直大概都维持在 30% 到 40% 而已上个月甚至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他至今为止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的糟糕，所以他在国内是不得民心的。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法广也讲了，他其实这一回的国会败北已经让他变成了跛脚鸭，包含了万圣节踩踏事件还有现在这个大葱事件，他不知道葱的价格，以及他的这个第一夫人金建熙一连串的丑闻，还有他的岳母伪造财务文件，这些事情都已经让大家对尹锡悦非常的不满了，所以反映在这一次的国会大选当中的大败。但是呢，日本也看到了这个韩国这个尹锡悦大败的事情。那我们看日经他们有一个讨论，他就说恐怕接下来这个日韩的历史纠纷又会再现，因为大家也知道尹锡悦还对日本的国旗鞠过躬就是好像遇到了日本，他也是这样子扮贵姿态，让
韩国人非常不爽，但日本人挺高兴啊，觉得说，你好像这样子是站在我们日本这一边的，所以他们就担心说，如果尹锡悦这样认同日本的立场，未来他如果下次大选败了，然后变成共同民主党再次执政的话，恐怕韩日的合作也会再出现变动。但是现在日本、韩国乱成一团哦，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要转过来，要跟中国大陆见上一面。因为现在韩国大操大办的在想说啊，5月底的时候，5月25、26、27想要举办这个阔别4年半的中日韩峰会，但是呢，现在中方的态度其实目前都还有变数。可是韩国好像这样紧锣密鼓，一定要办这件事情。为什么你明明是亲美，还要转过来要求中国大陆呢？到底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现在本身在国内跛脚的这个问题？那你看到，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北韩现在也有一些军事动作哦。赵乐际啊，他现在去访问了北韩，而且呢，就讲说现在是要启动中朝的建交75周年的友好年。那其实韩联社就报道了，接下来可能这个动作就是为着金正恩要访问中国大陆，应该会是在下半年的时间来访华，这也是事隔5年再一次的习金会哦。所以紧锣密鼓的5月份普京访华，然后接下来下半年也会有习金会出现，所以感觉俄罗斯、北韩、中国大陆又要连成一线来对抗所谓的这个美国联盟嘛？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呢？我们请摄影大哥拍一下，你看岸田从去年6月到现在，民调就从来没有上升过。那岸田事实上他想要用这一次的访美来拉抬他的支持度，完全无效啊，每况愈继续下，往下跌啊，这表示日本民众根本就不买账嘛。那因为9月日本内部的总裁可能要改选嘛，那岸田现在想办法就是消灭党内的挑战者啊，所以安倍派不是被解散吗？那他就希望拜登能够挺他一下，让自民党内部没有挑战者啊。可是问题是你民调那么低啊，即使你在执政啊，坦白讲你也没有办法凝聚日本的国家啦。现在我还看过另外一个叫政党民调，自民党现在在日本的民调只有28%，好低呀。可是呢，其他的政党都不到10%，然后没有任何政党认同的有41%，所以我跟你讲，日本这个政党体系已经瓦解了，就是没有人，就是像岸田搞这一种什么地缘政治联盟啦什么的，日本民众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那你再去对比尹锡悦。尹锡悦是第一个一面倒向美国的嘛，结果他这次国会惨败啊，他这次惨败主要是人家集中选票去支持李在明所属的政党那尹锡悦民调是比较高啦，大概有30几左右可是呢，这个我们知道韩国一直是2大阵营嘛，就是亲美跟反美，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尹锡悦如果未来他的老婆再出个什么事啊，难保他党不会分裂啊，因为朴槿惠就是这样，朴槿惠就是因为发生闺蜜事件，结果他被弹劾啊，因为韩国的国会议员是300席，弹劾要2/3，就是要200席嘛，那目前在野党是175席啊，朴槿惠被弹劾是234票，表示。他所属的政党是有可能分裂的，所以这个尹锡悦最好不要犯错，犯错他的政党如果分裂，搞不好你变成第2个被弹劾的总统。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就比较就觉得中日韩峰会如果没有明显的好处啦，那我为什么要开？那现在最急的就是韩国，就是尹锡悦了因为日本毕竟亲美的力量还是比较大。可是韩国就不是了，韩国现在是李在明的势力来势汹汹啊，那大家就认定李在明那个政党大概就是下一任的总统了。所以事实上尹锡悦后面那2年是很难做的。对，好，来请教介老师。对，岸前这次去美国我觉得他还是外长出身啊。当然阿林邓国务他不是第一个去的日本首相了，那个安倍就去了可是从日本的角度，真的，我是说，美国的总统绝对不会到日本访，绝对不会去他的靖国神社。对，那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啊，这个在二次大战杀了很多美军的这种日本的军人的在里面，对，所以这个当然每个国家想法不一样，我不知道日本他们国内怎么想啊。不过有一点其实我看到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你知道，这是他这个开三边哈是高峰会的会谈，又是一个摸字形，美国坐中间，然后呢，日本跟菲律宾各坐两边。其实这个安排啊。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没有国家都平等嘛，可是呢，把日本跟菲律宾摆在同等地位啊，我觉得日本的国民的心里会觉得很受伤。再怎么讲，日本也是中等国家好了，middle power， 对不对？那你菲律宾呢？菲律宾是靠日本在援助的，怎么到了美国，虽然都是大老板，可是你也有个老二、老三嘛，对不对？结果跟菲律宾等量齐观。我说是真的，日本的社会来看起来会觉得，怎么日本沦落到这个程度啊？其实他们在这个部分，因为外交形式就代表实质，那这个做法，我觉得你看那个场景，我会觉得奇怪，日本难道外务省都没有人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吗？你这样是太顺从美国，可是你今天日本的地位被美国摆得跟菲律宾一样，那你日本的国民心里怎么想？国际社会怎么看？对，所以我觉得是岸田这个民调在民间的声望一直掉，我想他应该很多事情没有想清楚，不够细，不够思虑的不够周全嘛，那看得不够长远啊。那不过这一次说实话，怎么讲呢？也很尴尬，这三个这个各国的这些，从拜登到这个岸田文雄，到这个小马可斯声望最高是小马可斯，岸田掉到16%，然后拜登是不是能够连任岌岌可危。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真正小马可斯还有任期保障，可是另外两个这个比较大的国家，这些元首基本上都不晓得明年此时那么是否依旧桃花是否依旧笑春风对不对？那就变成这两位可能都不在，那这种很可能会造成人去楼空的感觉。那而且说实话，这三个国家之间，美国跟这两个国都已经有最高等级的公守同盟条约了，你还能往哪里进呢？对，70年前的格局你也没打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炒短线，然后对于整个权力结构区域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的一次演戏而已吧。所以现在感觉好像都用外交秀来掩盖内政。岸田平起平坐是得分，得分他怕得分因为岸田这样子做，我看日本国民对岸田信要给他扣分好，用外交秀来掩盖内政我们来问赖老师。美国真的是已经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北约内部里面乱成一团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乌克兰的问题莫衷一是那直接已经受到欧盟的这个外长的直接的挑战了那法国也直接在挑战北约，那美国的影响力跟领导力事实上大受打击。G7 也同床异梦了，你也看到，法国现在极力的要争取习近平5月到法国去访问，然后德国的总理马上就要到中国大陆来了，而意大利的现在在在接待这个王文涛的一个访问你看在欧洲的3个国家，那么已经跟美国没有站在同一个阵线上。AUKUS 基本上来讲，它的功能并不大因为英国是一个没落的一个，已经不算是一个海权的国家了。英国已经不是一个咖，澳大利亚6万的军人来说的话，更不是一个咖。那搞了一个 AUKUS， 其实是一个啼笑皆非的一个组织所以我们看到。在 QUAD 来讲，印度跟美国现在是若即若离了情况并不十分理想。美国现在在想办法搞一个美日菲或是非日美或是日非美的这个联合声明。可是问题是我个人认为，美国开始接受考验了，不是中国接受考验了，是美国开始要承受考验了。为什么？联合声明里面讲了钓鱼岛。美日的安保已经拉到最高阶了，钓鱼岛涵盖在内，你知道吗？今天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就在钓鱼岛的12海里内来执法了。那你美国呢？你的太平洋舰队，你的这个驻日美军，你敢做什么？
你能做什么？你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跟海上保安厅，你敢做什么？什么都不敢做。那弄了一个声明，浩浩荡荡的，结果我告诉你，海警船就在12海里内执法。那你日本跟美国，尤其美国是不是考验？那另外，你说好搞了一个美日菲的一个在南海的联合声明，菲律宾你敢去仁爱礁，敢去黄岩岛，我敢保证你根本不敢去。你去了照样把你赶走，该喷水柱的喷，该赶的赶。然后你美国敢把军舰派过来，就实战演练嘛。所以到最后，你考验的不是中国大陆，被考验的是美国，那也就是说，你美国的军力在南海，你根本起不了作用。现在的日本跟韩国为什么民调支持度低成这个样子？这两位难兄难弟啊，这两位难兄难弟完全倒向美国，也就是岸田上来跟尹锡悦完全倒向美国的时候，那么为什么民调支持度低成这个样子？这代表美国跟这代表日本跟韩国的民众，他们对于美国的态度已经在转变了。也就是过去把美国捧得像神一样，他们现在不认为了。我觉得这个代表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跟形象一直在往下走。现在只剩下美国还能依靠的是谁？就赖清德，绝对不可以怀疑美国，他还是神啊！这个就是就赖清德，你做得到，了不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伊朗跟以色列，现在真的好像已经快打起来了嘛？就连美国都急了。金融时报报道说，这个美国要求中国帮忙哦，去告诉伊朗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哦。他们已经跟一些相关国家，比方说像是中国、土耳其、沙国这些国家，甚至一些欧洲国家都说，你们赶快去跟这个伊朗说一说吧，敦促德黑兰不要因为以色列空袭就要有一些报复的行动。那米勒甚至还告诉大家，过去几天我们跟欧洲的一些盟友也都进行了接触，请他们也都去跟伊朗发出一些讯号，就等于美国拜托大家一起劝伊朗吧。已经美国束手无策了嘛，他没有办法让伊朗喊停喊卡，那只好说就是比方像俄罗斯啊，像德国啊，他们也跳出来就帮忙喊话。德国的外交部长跟这个伊朗的外长通电话，就讨论这个中东目前的局势。莫斯科也呼吁伊朗保持克制，所以只能说大家都劝伊朗不要真的动手。那美国还预计说这个时间点他们这个官员们自己讲说，应该伊朗袭击，是不是自己安慰自己？伊朗袭击以色列看起来势在必行，但是那个幅度应该不会被卷进去吧？就说美国我们应该不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反击被卷进去吧？所以他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些综合判断但是伊朗的外长讲说，我们这些回击是很合理的这就是要惩罚侵略者的一个合法防御，这是必要的。因此他就算跟这个德国、英国、澳洲的外长通过电话之后呢，他还是强调说他们的这些回击是有必要性的。那再来看一看，伊朗恐怕会要发动核战吗？华尔街日报一个独家消息说，现在这个知情人士透露，最快在24到48小时之内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的南部或北部来发动一些攻击。那听这个伊朗的领导人通报的一些人士表示呢，正在讨论袭击的计划，但是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可是以色列日报说，他们有接到消息上周五斋戒月的时候呢，伊朗的高层命令他们的核机构制造炸弹的这个机构正在制造一些相关的炸药，现在目前大概他们拥有150公斤浓度60%的铀所以他们很担心伊朗的这个报复行动会不会透过核武来进行，那这个影响就非常严重了。所以现在相关中东的国家都在呼吁说，不要到这个地区去旅游，因为可能真的快要发生战争了。纽约时报甚至讲说，他们观察到伊朗这2年来一直在约旦河西岸这一边不断的这个注入武器恐怕约旦河西岸也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引爆点。那伊朗甚至还
扬言说要封锁荷姆兹海峡，要这个第3次的波湾战争如箭在弦。那这是伊朗的海军司令，他们说，如果遭受到攻击或是威胁，他们就会直接封闭波斯湾跟印度洋之间唯一的水道，就是荷姆斯海峡哦。那如果一旦封锁的话，恐怕这个油价就要飙破$100，而现在这个连金价哦，大概也是只差$10就要站上$2400了，都已经站上了历史的高点位置。但是以色列现在也不退哦，我们看纳坦雅胡态度上还是非常的强硬，甚至他回应伊朗，他是讲说谁伤害我们，我们就伤害谁。我们来听听。אמרתי שאנחנו בימים מאתגרים, אנחנו בעיצומה של המלחמה בעזה שנמשכת במלוא עוזה.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משיכים במאמצים שלא נפסקים כדי להחזיר את חטופינו, אבל אנחנו נערכים גם לתרחישים של אתגרים מזירות אחרות, ואנחנו קבענו עיקרון פשוט, מי שפוגע בנו, אנחנו פוגעים בו. אנחנו נערכים לענות על הצרכים הביטחוניים ש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גם בהגנה וגם בהתקפה. 好，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很担心啊，他们的民调显示说，恐怕现在的政府没有办法持续到2026，有84%的犹太人认为，现在以色列的政策恐怕会增强了哈马斯的力量，甚至还有一个新的这个调查，就是 Politico 讲的，就是美国也在评估，就是伊朗这个跟以色列之间哦，能怎么样去帮助以色列，但是这个伊朗又不会来报复华盛顿，他们现在已经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内部评估了。不过在网络上面已经开始在流传说，哦，攻打特拉维夫的相关照片哦 ，X 上面也开始有一些人在转发这个，但是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错误讯息哦。现在目前还没有爆发冲突，只是说真的是迫在眉睫了。彭博社甚至讲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反击的话，恐怕会进一步让这个加萨的冲突更加的扩散。好，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伊朗反击的那个规模有多大啦。比如说以色列有28个外馆，现在已经关起来了嘛。那特拉维夫他把 GPS 关掉啊。伊朗说他48小时内就要开始展开反击，那现在都已经第6天了，还没动。显然他还是有一些顾虑啦，不是说他不要打，而是我觉得他想要选择一个可控范围内的攻击啦。他认为如果失控，那搞不好就是纳坦雅胡乐见的状况。纳坦雅胡就是希望失控啊，打越大越好啊，对啊，这样就可以把美国卷进来啊，那纳坦雅胡就可以继续当总理啊，那美国现在是希望以色列你就换个总理吧。那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以色列突然去炸叙利亚的伊朗使馆，你不觉得很巧妙吗？这个以色列这个时候有什么理由要去怀疑圣城女要打以色列？这个是很奇怪的逻辑嘛。所以我认为就是纳坦雅胡故意的，他就是要引发伊朗卷入，然后希望这个战争要到达一定的规模。然后就可以让他打哈马斯，这个战争可以继续下去。而且他不用走人，那美国也会无可奈何，因为如果伊朗打以色列，那美国就没有选择了啦。因为美国全国一定反对伊朗打以色列的啦。所以伊朗现在就是要去想清楚他自己那个反战的反击的规模啦。他是要炸一个点就算了，还是要炸好几个点？无人机、导弹，还有没有别的？所以一定反击，只是规模大小。还有啊，不止啊，还有什叶派民兵要不要动？黎巴嫩真主党要不要动？那个就是地面的啊。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介入，那恐怕就打没完没了了。因为以色列事实上从加沙撤军大概7000人，就是回去那个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境啊。而且前天。那个黎巴嫩真主党有一个指挥官也被打死，我觉得也是故意的，就是以色列大概希望我坦白讲这个是纳坦雅胡的想法，他已经杀红眼了，我哈马斯打完我就继续打，把黎巴嫩真主党也给消灭了，我觉得他的想法可能是这样，那这种情况当然美国就希望这个大概要用一个可控范围，可是美国讲话是没有用的啦。
现在最主要是俄罗斯讲话，哦，所以伊朗就要想一想，因为俄罗斯也不希望把事情搞成这样，这样变成比较难以解决啦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不会乐见加沙战争扩大啦，所以现在就是有各种力量可能在折冲之中啊，可是伊朗最终还是会反击啦，那只是说什么叫做可控范围这样。好，来问赖老师。内塔尼亚胡目前的做法有点像流氓一样啊，我觉得有点超过了啊。他先去炸人家伊朗的这个领事馆，炸了以后，然后他再说谁伤害我，我就伤害谁，好像他是受委屈的一样，好像他是被攻击的一样啊。那这个就好像说我先打了你，我欺负你，然后你反击的时候呢，你就是伤害我，所以我一定要再把你伤害回去。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啊，就是说我可以欺负你，你只能忍气吞声，但是你不可以反击。你一反击，你就是对我的造成伤害，我就一定要再反击你。我觉得这个不对了啊，这样子很不对的事情。我想国际之间只要稍微有点讲道理的啊，那么都不会认同有这样的一个流氓的一个行径啊，这个行为太流氓了。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要平息这件事情，其实方法最简单，但是也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以色列只要惩罚谁下令的这个人啊，惩罚他，然后我想这个事情就可以平息。但是怎么可能会惩罚呢？因为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就是一个下令者嘛，他会做这个决定，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美国拖下水。那你会看到他的一连串的一个动作，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美国当然不愿意被拖下水，因为美国知道这个事情再扩大。那这个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火一开，那就已经不再只是以色列跟什叶派之间的问题了。逊尼派也到最后会被卷进去，因为伊朗的外长今天已经打电话给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酋还有伊拉克的外长，他们都已经通声息了，那么都强调就是说必须要团结一致来对抗这个以色列，而且对于哈马斯的对加沙地区巴勒斯坦的问题，他们必须要都团结在一起。所以等于是他已经在进行政治的动员了。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因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已经下了一个决定了嘛，已经下达指示了。也就是说，这个仇必须要报的，必须要有复仇的这个行为。那目前伊朗所对外公布出来的讯息其实很明确了，不以以色列的平民百姓为对象。所以要不就是大使馆，要不就是以色列的军事设施，要不就是政府组织啊，政府的机构。那也就是说，只针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政府跟军队来打。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是有节制、有限度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行为。那如果说假设今天他打了，以色列就忍下来了，那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但是如果以目前以内塔尼亚胡的反应来看，他是一定会再反击。对，那不是就是要把事情升高嘛？对，升高的时候，伊朗就会看你美国介不介入。美国一旦介入，那就是封锁赫尔木沙海峡。我想这个目前的放出来的讯号，就是告诉美国我下一步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也告诉全世界，也告诉中东地区下一步他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讲都是把明的态度都表现出来，那就要看你最后你美国怎么做选择。好，来请教介老师。现在这个国际的油价已经在上涨了，这个是美国就已经会开始受到影响了，因为这个会影响通膨。美国如果国际油价一直往上涨的话，影响通膨。另外一个，俄罗斯也会赚比较多的钱。对，那俄乌战争的话，俄罗斯这个军火的这个钱又有着落了。所以呢，我觉得伊朗是算得很精的。我觉得他一直在敲这个战鼓，可是呢，他的飞弹不晓得什么时候射，要怎么射，所以他不断的一步一步试出来这个讯息。不过现在就是说，伊朗跟以色列、伊朗跟美国之间纠纷基本上都还没有攻击国土本土。虽然以色列有过，可是它也是这种也是一种擦边球的方式。那这一次事实上，他打的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的领务部，怕它整个炸掉了。当然，这个当然是伊朗的认定，就是说，照国际公法这个我海外领事馆就是形同我国土，我的自己的国土，所以你都是攻击我的国土。可是呢，这个国土跟真正的国土还是有这么一点差别。对，所以你以色列，你今天伊朗如果说要去攻击以色列的国土的话，那它的报复事实上
就有升高这个报复了。那也可能会招致下一次以色列就直接攻伊朗的这个本土。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到底伊朗要怎么回应？我觉得伊朗正在怎么讲？他先造成一个声势，目前虽然是悬而未发，已经对美国造成很大的威胁了。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经防部这边哦，感觉不太平静哦，有传出一个消息。辅导长，经防部的辅导长哦，连续3天执勤没有休息吗？就是国军就是频频的发生一些憾事的消息哦。那在金门守卫大队的王姓辅导长，在昨天凌晨被发现仰卧倒在这个预测里面，后脑有明显的撕裂伤，后来送医宣告不治哦。那这是经由这个投诉爆料的啦。那他说这个王楠哦，也就是这个辅导长啦，连续3天被指派叫站勤啊，还有站这个安全士官啊，所以感觉上面好像这3天挺操劳的。那是不是也反映出来现在国军哦，可能人力不够，或者是军心也因此不稳呢？那讲到了这个金门哦，其实现在在这个马习会之后，倒是看到两岸有一些比较和缓的讯号，一些曙光出现。比方说像是金厦争议，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是联合报的独家说，这个陆方研拟5月初的时候要去金门第2阶段的复谈，会在这个520之前哦。他说，因为现在目前搁置了2个多月，那胡姓军人调客呢，他迷航到大陆也将近要1个月了。据了解，现在陆船事件两死的家属在520之前可能会再去到金门一趟，来展开第2阶段的复谈。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马习会后哦，应该也是大陆方面就是比较和缓一点，释放了出来，就是可以再复谈的一些讯号。另外，现在两岸的观光啊，因为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乐见大陆民众多去祖国宝岛看看哦。今天在股市上面就反映出来了，航空、饭店跟旅行社都大涨哦，特别还有8档是飙到涨停的消息，因为很多旅游业者都等这个讯号，等大陆的朋友们来台观光，等好久了。那终于听到这样习近平这一番话，那今天看看这个航空双雄哦，长荣航、华航还有观光股哦，都爆量上扬，大家通通都买进哦。那甚至还包含了一些旅行社，三富、五福、灿星哦，都飙到了涨停，也反映出来大家的一个期待值哦。一句话让这个两岸的观光是不是有回温的一个曙光出现呢？再来就是 ECFA 哦，因为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哦，很多这种讯息出来，就是 ECFA 可能快要断掉了，有可能会在520前后，是不是就会终止 ECFA 呢？那这一次其实马前总统去到了中国大陆的访问，也有提到这个 ECFA 的事情，工商团体哦也有在呼吁说，希望陆方是不是可以延长 ECFA 啊，这样子可以有助于这个经贸合作，然后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交流。所以ECFA 是不是也有机会，就是原本说要喊停，是不是有机会往后延，或者是喊停的这个事情不发生呢？这也是大家也在瞩目当中的一个曙光哦。那再来，美丽岛电子报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因为这一次马前总统去中国大陆的访问，一直有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中华民族，就是我们两岸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都是同属中华民族哦。那台湾民众对于这个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如何呢？其实现在目前呢，我们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度是57.5%哦，就是将近60%左右是认同度还算蛮高，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美丽岛电子报，大家说可能会有机构效应，比较可能绿的色彩一点的这样回答度还到了60%，所以感觉上面这是未来是不是可以多做琢磨，让两岸沟通的一个基准点，也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沟通。那年龄交叉比对哦，其实在40到49岁，甚至高达69%的人是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哦，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最新民调看得出来台湾民众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度。再来看到这个美国啊，感觉上面好像拉帮结派，又想要搞这个新世代的
八国联军吗？你看哦，他先有这个巡弋飞弹跟这个无人机哦，他们就说啊，为了要防范这些，所以他们的伯克级驱逐舰现在要增加公羊飞弹。他们计划在伯克级驱逐舰上面啊，要有这公羊飞弹来取代现有的方阵快炮，就说对于这飞弹的拦截效率会比较好，而且连英国都参与其中吗？英国的国防大臣哦，他们讲说，接下来就跟美国、日本会一起三方在2025年在印太地区来举行联合的军演，那就是说要释放一些讯号，点名的是对中国大陆哦，就说啊，基于社会的国际社会秩序的一个破坏者的强烈讯号。那美日现在他们还派遣了 B-52轰炸机，那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哦，执行一场飞行超过33小时的这样的一个飞行任务。那 CNN 就讲说，这个是一个史诗级的一个飞行任务，感觉上面好像都是一些备战的讯号。那另一方面呢，解放军他们现在往太平洋的水道真的要被封了吗？这据说啊，这日本的自卫队近期也在冲绳地区成立了第7反舰导弹联队，就说要阻止大陆想要跨越第一岛链的一个野心，所以日本也有这样的一个最新的军事上面的动作。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最新发布了，也是要制裁美国2家美企哦，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对台军售，所以大陆的外交部就讲说，对于这2家美企将采取反制措施。包含冻结他们在大陆境内的一些动产、不动产以及其他各类的财产。那对他们的高阶主管不会再发予一些签证哦，不会允许入境。即日起，这些措施就会开始实施。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些反制措施。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马习会后的这个几道曙光？美丽岛那个民调是去年4月做的，因为这个资料是我提供的啊。是。那是这样啦，就是后来赖清德只拿到40%的票嘛，那现在有马习会，习近平又抛出民主认同这个议题，所以我相信现在做应该会更高因为去年4月就已经57.5了啊。那这个民调很有意思啦，因为我们传统都会引用政大选研中心那个民调，那就直接问中国人跟台湾人，那台湾人就是高达61嘛。那纯中国人只有2.4啊，然后说我是台湾人，中国人是32，可是这种问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你问人家你是不是中国人，很多人会理解为国家认同，那就会认为说我如果说中国人，那我是不是就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啦？所以有些人就会这样的来回避啊，所以那个美丽岛就是去年4月他这个民调，他就把它问成中国人，他也问。可是他另外再问中华民族啦那问中国人的时候，总体认同度只有28.8，可是中华民族就变成57.5，其实这个蛮明显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习近平的讲话，他事实上是用一个比较宽松的就是说这个只要你认为两岸都是中国人，然后同属中华民族，那大家就可以坐下来谈。其实他这个是一个放松的姿态啦。因为我后来就看到金灿荣教授也做了一个视频说赖清德你只要认为你是中华民族那也许有坐下来谈的机会了。那习近平为什么愿意这样说？我觉得就是他对中国的发展有自信。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只要在民族认同上，你认为我们就是同属中华民族，那大家就有谈的空间啦。那美丽岛那个民调，事实上你要细看它的各党的支持，那就更有意思了。因为我今天收到美丽岛给我这个去年4月做的民调，然后他就发现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民进党里面有40%，可是这个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民进党里面只有12.6。我们讲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啦，对，是很广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国民党比较有利的概念比如说国民党，你老是被人家问说你到底是统派还是独派，那这个问题坦白讲你讲统一在台湾一定是少数啦那你去问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那讲到中国人，因为大家搞不清楚你是不是广义包括要跟中国统一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对国民党来讲，因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在两岸的论述上
都有点消极被动，不太敢去说自己的立场。那我觉得这里就变成是国民党可以讲的一部分，你就可以说我主张我是中华民族，两岸都是中华民族，那我们都支持中华文化，那都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样子，民进党就会陷入尴尬的选择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了，就是说，习近平他愿意这样讲啊，因为他大概也面对到，你如果问主权，你是属于哪一个国家？那这个你要赖清德回答是非常困难的啦，啊，那我现在就宽松一点啊，你是不是民主的一份子？你如果要问你是不是国家的一份子，是不是一个中国？我看民进党不可能回答了啊。那你如果问说你是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那如果这样大家就有谈的空间。那我觉得这个坦白讲，我觉得从大的概念上讲是一个善意了，那这个也可以说是马习会所触发的一个，我觉得是习近平丢出来对和平统一的一个最宽的论述啊。那至于你要不要坐下来谈，不是说直接谈统一啦，而是你愿不愿意先承认你的中华民族身份？这个议题也不是习近平发明的啦，事实上过去就有人这样主张过，说是不是先从身份认同、从文化认同、从这样切进来。那这样也许两岸的空间会更大。这样，好，请教介老师。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民众身份认同，其实这个资料哈，其实我看了我也觉得哇，这个原来是这样哈，这超出我们常识的认识。对，可见过去我们对台湾的这些好像觉得大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比较占多数。那这个刚刚那个郭委员讲了，他去年4月就这个数字啊。那今年一定是大幅上升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反映一个现实，就是说大家对民族认同，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的，都是中华民族啦。那这次习近平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大家都是同一个民族啊，很多事都是炎黄子孙，那很多事就是一家人了嘛，对。那所以他也没有讲到统一，他说家国的怎么样？他讲家国的团圆嘛，好像是这样子讲啊。那这一次马英九他对于一国两制各自9·2共识等于各自表述，他也讲了出来了。对。那这个过去这个民进党一直讲说一国两制，大陆已经讲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对不对？大陆马英九讲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述的时候呢，习近平没有否定啊。所以问题就是说，这不晓得是习近平有改变了，还是本来就是大陆就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定义的。那这个情况之下，民进党宣传的一国两制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说法事实上我觉得是很武断的，那我觉得就是说，大陆这一次基本上是展现了很大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善意，除了是跟马英九在讲话的时候，他也跟这个赖清德这些独派的也在讲话。对，他不是只对单一对象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不晓得民进党内部有没有像我们郭委员对这个事情有这么深入字里行间的前后对照的来认识了解。那不要就是说大陆丢一个善意的球以后那这边的民进党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讲呢？继续让两岸的关系继续恶化下去，继续坚持下去。那当然最近这我小补一下请说。美国之音第一时间对马习会是乐见，说希望两岸继续对话。对，所以国务院，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清楚的，而且这个我想陆续可能会有关马英九这次2次马习会以后的台湾的这个民调陆续会出来，陆续会出来。这个事实上看现在各方的反应来讲的话，事实上都是很正面的，都非常，大家希望和平，大家希望两岸很多事情都能够坐下来谈，都能够解决。大前提现在已经更为宽松了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了这个前提之下都可以开始一种善意的互动了啦。对，那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在台湾，我们是不希望两岸关系继续恶化的，对，我们也不希望
两岸关系继续受到外力的主导，这个外力主要是美国的政策，一边倒向美国，完全不考向台湾的利益的话，这不符合台湾人的期望。我们台湾人，我觉得主流就是和平，就是怎么样，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对，那么在血缘上，在这些文化上就是分不开的，那历史遗留来的政治问题，也没有人立刻就要把它去把它一下子把它解开，那个是要一个一个解，慢慢解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马英九去真的是带回来了很多非常宝贵的一些对于化解当前两岸紧张局势更往紧张局势走的很多的怎么样通关密码回来了。那希望这个民进党政府能够这个尤其赖清德他们放弃意识形态吧，一切从台湾的2300万人的福祉出发，不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眼界跟那个行为的这个弹性东缩限起来，这是对台湾不利的。对，就是看起来有几道曙光但是就是看赖清德他们那边能不能接住这些善意的球，然后给予善意的回应，让两岸回到善意的这种沟通往来。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如果这样的期望也太多了因为我们看到股市涨，我估计大概一日行情因为民进党的当局已经尾盘跌了，对，民进党当局已经回应了而且是很恶意的回应。因为习近平讲得很明白的，就是希望大陆的朋友多到台湾来走走，台湾的朋友多到大陆来走走。那你看，民进党当局就没有打算要让大陆的朋友来台湾走走，那么也没有同意我们的观光业者组团让台湾的朋友到大陆走走。你看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善意就把它推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兴太早了这第一个，马英九这次到大陆访问是成功的所以美国国务院在第一时间就反应表达赞赏他肯定乐见两岸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赖清德很明白的说，不可以怀疑美国人，绝对不可以，必须完全相信美国人。所以美国的国务院都肯定马英九。那谁在批评马英九，谁就是跟美国人为敌。谁就是否定美国人，谁就是违反赖清德的不可以怀疑美国论都是民进党在骂。陆委会第一时间就反对你这个陆委会你应该赶快下台你对不起赖清德。赖清德说美国人都不可以怀疑的，美国人国务院已经说我很乐见那你怎么可以批评呢？所以我觉得这些怀疑美国人的民进党的当局应该要立刻辞职谢罪这个因为直接违反赖清德的指示，这还得了另外我们谈到了一个两岸，目前来讲两岸的人民最大的公约数就是同属于中华民族。大陆这边100%可以这么说，只有少数，台湾这边至少60%以上，所以最大的公约数是同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灵魂就是中华文化，谁要去中华文化，谁就是叛徒，就是台湾民众的叛徒，因为台湾的民众绝大部分都是中华民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谁要再去中国化，谁要否定中华文化，谁就是我们台湾的叛徒。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